一个百年不遇的尘暴正以光速逼近。坏了！二人来不及闪躲，连人带驴被卷飞。在这途中还砸到了另一队人马，而这队人马便是前往侠客岛的雪山派。他们的粮食物资被尽数吹走，眼看雪山派弟子即将团灭，史婆婆立刻让大家运用内功抵抗沙尘。立地金刚！雪山弟子纷纷照做，而狗哥这边将马车掀翻，他用身躯迎风顶出10几丈，然后跳上马车，以雄厚的内力制出了一个屏障，助他一臂之力，重流砥柱！众人将所有的内力全部汇集到了狗哥一人身上，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硬刚自然之力。而狗哥这边一人扛下了所有，他的身躯也被渐渐掩埋。就这样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荒无人烟的大沙漠再次恢复平静，而狗哥所在之处却只剩下一个山丘，这可急坏了阿秀。而就在此时，山丘突然一声巨响，狗哥用内力破土而出，好在他并无大碍，只是内力所剩不多，变得异常虚弱。这也是在本剧中狗哥唯一的一次内力枯竭。狗哥在抵抗风沙之时，看见一对妇女以及扁担帮被沙尘掩埋，他不顾众人阻拦，决定去救出那2队人马。大哥，大哥，啊，让我陪你去。不，你跟师傅先走，我很快就追上你们了。你救人，我不反对，只是你的内力也快用完了，你要小心。师傅放心吧。说完，石小翠将所剩不多的水给了狗哥，狗哥就这样拖着虚弱的身体，最终在一座小山丘下找到了他们。女孩看见了狗哥，如同看见了救命稻草，她抬起一只手求狗哥救命。狗哥见状，催动最后一点余力，将他们一股气炸出了沙坑。而狗哥却体力不支倒了下去。刘一手看狗哥已是无法行动，他起身两手相裹，恳请扁担帮的兄弟把恩公抬出沙漠。可扁担帮的人却心有余力不足，他们表示自己吃的喝的全被卷走了，肚子饿得实在是无能为力。刘一手见状，决定让他们吃顿饱的。只见他将腰带一解，将包裹顶于空中，10几枚大饼倾泻而下。刘一手人如其名，做事向来都是万事留一手。扁担帮吃饱喝饱，唱着民谣，抬着狗哥往雪山派营地赶去。而雪山派营地这边也是弹尽粮绝，弟子们都饿得无精打采。眼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带头的吩咐小弟放信哥求援。可很快他们就发现信哥早已不见，而在不远处不三不四正在贼眉鼠眼地偷吃着东西。两人见状提剑问罪：不三不四的东西偷吃信哥，想让我们困死在荒野上？可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，兄弟俩就是不承认，还准备硬刚雪山弟子。然而就在此时，狗哥被扁担帮的人抬了回来。他看4人在争吵不休，于是就询问到底怎么回事。这2个老家伙把咱们信哥给吃了。谁吃了？我没吃，没吃。你没吃？怎么没吃？没吃，我就是没吃。你再说，你胡说八道。这是什么？无论是谁吃了，成了事实的事已然无法改变。当下要紧的是解决燃眉之急。狗哥询问姑娘还有多少吃的，虽然还有少许干粮，但是这么多人根本不够吃。就在众人无计可施之时，刘一手却突然吩咐兄弟们去拔一点草。丫头，爹今儿就教你留一手做无米之炊。众人听后只能死马当活马医，在狗哥的带领下，片刻功夫一堆杂草便摆在了一起。刘一手看材料已经齐全，他开始施展祖上代代相传的生存绝技无米之炊。他的动作行云流水，将仅剩的面粉汇集盆内，然后将腾空的麻袋甩到空中。女儿看火候差不多了，再加上一盆观音土，这等操作狗哥他们闻所未闻。爹，这还有3星高照。爹，我给你加点水。四海欢腾爹，给你加点佐料。风吹五象流星赶月，车打7寸，八面来风。9天揽月，十分满意。
在刘一手的一阵操作下，无法下咽的杂草以及观音土，竟真的变成了一个个香喷喷的烧饼。众人看到此景，激动不已，不三不四接过烧饼，竟发现这饼跟平常的并无两样。他当即吃了一口，真香！众人在这烧饼的加持下，最终来到了南海跟大部队会合。接下来他们要共赴侠客岛。